2018年，云南挖出沙僧墓，更诡异的是，挖掘途中，考古专家亲眼目睹溪流竟然秒成流沙河。难不成《西游记》根本不是神话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取经师徒4人中，唐僧在历史上确实有其人，他有墓葬并不奇怪。但在2014年，人们在河南安阳的一个村庄却发现了猪八戒的坟墓。当时文物专家们在墓葬中发现了一个猪头骨，旁边放着一个布满锈迹的9齿钉耙，上面刻着“勿能专用”字样。更诡异的是，在墓室中还找到了一位成年女性的骸骨，有人认为这或许就是高翠兰。同时在墓葬中，人们还找到了刻有天蓬元帅的石碑，但猪八戒只是神话故事中虚构的人物，为何会有墓葬呢？有人认为这或许是古人在恶作剧，或者是什么文化崇拜。但此前悟空墓被人发现，又怎么说呢？2005年，在福建顺昌，人们发现了悟空墓，墓中有通天大圣与齐天大圣2块石碑，还有传说中的金箍棒。虽然这个金箍棒没有那么沉重，但专家考证后也证明是由罕见陨石锻造而成。即便如此，人们依然不相信这世界上有孙悟空、猪八戒这种神话人物。但就在这时，人们又发现了沙僧墓。在2018年，考古学家在云南景洪某山区发现了一座古墓，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沙僧墓。当时天刚下过雨，一名村民带着家里的狗去山里玩耍。云南山区本就环境极佳，不过雨后更是清新宜人，不少人都喜欢在此时外出。这位村民沿着山里的小溪向上游走去，突然他在溪水中发现了一个布满花纹的碎瓷片。这个碎瓷片明显不是现代工业的产物，村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也意识到这可能是什么老物件。难道这场雨还冲刷出来什么文物？想到这里，村民继续沿着溪水向上寻找，并陆续找到不少碎瓷片。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，他家的狗子突然跑到前面溪水旁边刨了起来。看到狗子这反常的一幕，村民感觉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。村民立即上前帮助狗子向下挖了起来。挖了没多久，他就在下面发现了更多的碎瓷片，上面的花纹都十分古朴复杂。此时村民已经意识到这里可能埋有大墓，不过想着以前听过的各种恐怖传说，他不敢贸然向下挖，于是他急忙返回村庄，拿着碎瓷片向村里的老人讨教。老人看着手中的碎瓷片，半天也看不出端倪，只说这不是近代的东西，应该是文物。不久之后，当地文物局就收到了消息，他们在向村民了解情况，并查看了碎瓷片后，认为这里应该有一座古墓。至于是什么时期的墓，目前还不确定，毕竟这些碎瓷片太零碎了，被水中沙石冲刷后更是难以辨认。想要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墓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现场挖掘。然而专家们跟着村民到了现场之后，却集体蒙圈了。2018年，云南考古发现沙僧墓还出土了降妖宝杖和9头骷髅念珠，难不成《西游记》不是小说，而是史书？考古专家们跟着村民来到山中碎瓷片出现的地方，他们本来断定这里有古墓，但看到现场地形后却傻眼了，因为这里距离溪流太近了，什么人会把墓地选在溪流旁，甚至在溪流下方呢？要知道这溪流年代虽然没有上千年，却也有数百年历史。如果这里真的有古墓，里面的东西可能也早已被潮气毁坏了。不过专家们并没有一走了之，毕竟真实情况如何还是要挖了再说。由于挖掘地点距离溪流太近，专家们原本准备让溪流改道，但不论他们如何设计，都无法让溪流绕过墓地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从河边开始挖掘，边挖掘边研究应对的办法。专家们小心翼翼地开始挖掘，由于在溪流旁边土质比较松软，这样是比较容易发生坍塌的。但奇怪的是，不论他们怎么挖掘，这里的土壤就像浇筑的混凝土一般，竟然纹丝不动。专家们在疑惑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，毕竟不用为安全担忧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向下挖掘的学者突然挖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是金属制品，形状像月牙，已经布满了锈迹。专家们急忙将其从泥土中取出，当它露出全貌的时候，大家又震惊了，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月牙装饰，而是一个禅杖，禅杖之上赫然刻着降妖宝杖4个大字。此时专家们心里都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沙和尚的专属武器。不过这种念头也就是一闪而过，毕竟沙和尚是神话人物，怎么可能会有墓葬？他的兵器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而且降妖宝杖是佛门圣物，或许是哪位得道高僧的陪葬品也说不定。带着这个念头，专家们继续向下挖掘起来。很快他们就挖到了墓葬的墓室。原本他们以为
为在溪水之下的墓葬一定是阴暗潮湿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但当他们打开墓室门后，却发现里面并没有那么糟糕，也没有难闻气味。接下来，专家们对墓室中的东西展开探索。首先是墓室门，这个门上雕刻着各种花纹，似乎是鱼虾、乌龟之类的水生动物。这一点比较奇怪，因为大多墓葬都是雕刻神兽和瑞兽，雕刻鱼虾、乌龟，这简直闻所未闻。难道这里埋葬的真是沙僧？他本就住在水里，又不需要神兽坐镇，所以就只雕刻了一些鱼虾。当然，这是做不得证据的。而想要验证这一猜想，只有到墓室内部去查看了。结果一查之下，就更让人震惊了。云南小溪边发现沙僧墓，诡异的是，考古挖掘图中原本清澈的小溪，却在突然之间变成了流沙河。可在《西游记》原著中，流沙河远在西北地区，怎么会在云南山区出现呢？这水下古墓到底是何来头？考古专家们通过出土的降妖宝杖，认为这有可能是沙僧墓，只不过因为太离奇，他们并不确定。而想要揭晓一切答案，必须打开墓室门，去里面一探究竟。考古专家们在做了万全准备后，一声令下，墓室门缓缓打开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墓穴一旁的溪水突然出现漩涡，急速旋转起来。不久之后，清澈的小溪变成了浑浊的黄色，不少沙石喷涌而出，竟然变成了流沙河。这一幕着实太过怪异，人们很难不将其与流沙河联系起来。只不过按照《西游记》的叙述，流沙河应该在西北地区，怎么可能在云南出现？唐僧西行之路也没有道理绕路到云南。大家一脸问号，只能用巧合来安慰自己。就这样，他们又继续向墓室内查探。墓室中的结构并不复杂，东西也不多。不过在墓中的一个石台上，他们发现了一串奇怪的念珠。这串念珠由9个珠子组成。当他们将念珠清理干净后，发现这竟然是9颗骷髅头的样式。这一下大家真的是惊呆了。要知道，神话故事里沙僧的形象就是带着9颗骷髅头串成的念珠。据说这9颗骷髅头就是唐僧的前9世。纵然大家还不相信，但眼前的情况已经让他们无法抗拒地将其和沙僧联系在一起。如果这里不是沙僧墓，为何会有降妖宝杖和骷髅头念珠？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？就在大家惊疑不定时，又有人在墓室门楣上看到了几个古文字。这几个古文字经过时间的洗礼后，已经很难辨认，但经过大家反复的验证后，发现这极有可能是金身罗汉4字。从字形来看也完全吻合。这一下大家反而不惊讶了，毕竟有了那么多次震惊，这次出现金身罗汉4字只不过是印证了大家的猜想。这次发掘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至于墓室中还发现了什么，棺材里到底有什么人，这些消息都被封锁起来，我们已经无从知晓。对于这次挖掘中的种种离奇事件，专家们后来给出了解答。他们表示，沙僧只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，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中。而墓室中之所以有降妖宝杖和骷髅头念珠，或许是古人仿造《西游记》沙僧的形象而设计的一个墓葬，或许是后人对沙僧过于崇拜，又或许是想用这种墓葬的方式来趋吉避凶，这才出现了种种巧合，让人误以为是沙僧的墓葬。这种猜测其实不无道理，毕竟《西游记》作为4大名著，在古代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小觑的。书迷们为书中角色立碑也不足为奇，或许小白龙的墓葬也会在不久之后出现。大家认为这些墓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